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这个不但对世界的军事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安全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发展而言，我们今天先从就是对各国军事理论研究它的影响和启示谈一下。因为从俄乌冲突这个发生以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冲突中过去一些军事上的理论研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俄乌冲突它表现在战场上，但实际上有一些外来的因素，经济上的因素可能比战场上的这种争端它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比如说这个冲突发生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马上对俄罗斯实行了经济上的制裁，那么这种制裁多到了几千项目也就是说这个过去有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所谓制裁项目，比如说对人家的文化，对人家的这个酒类，对一些宠物都要实行封锁或者制裁可谓无所不及。那么这样的制裁呢，是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的恶化。那么我们再说就是乌克兰呢，它也由于发生了这种冲突和战争，那么经济上就没有长久的这种支撑，它就必须要依靠欧盟来给它输血，来给它就是补给经济上这种援助。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就是经济上的因素、外交上的因素对这个战争、对这个战场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这场战争发生以后，如果通过制裁的办法，那么俄罗斯必定它的经济要很快的垮掉，它的通货膨胀，它的这些就是经济上的无法发展，就使得国内的民众可能要造反。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当俄罗斯的经济受到制约、受到下滑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一些西欧国家过去发展的很好，但是由于冲突，由于他们被卷入，那么他们的这个通货膨胀实际上在去年是一个飙升的局面，使他们自己的国内的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况且就是由于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无法正常的运抵欧洲，也对欧洲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所以在考虑军事理论的时候，现在一定要考虑到就是这种综合国力的影响，这种就是外来的经济上的所谓制裁的这种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但是两支军队或者说两国的军队信息化的程度相差巨大的时候，信息是可以共享的。如果乌克兰没有得到美国的 GPS 的支持，没有得到美国星链的这样通信设施的支撑，没有西方国家给他提供大量的情报包括人力的情报，包括飞机、舰艇等等侦察来的情报，所以他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来和俄罗斯取得一种军事上的这种信息化的所谓平衡。甚至有的时候由于北约它的信息化的程度更高，那么可以及时的保障乌克兰的这种需求。比如说在战场上可以及时的指引目标，在打击某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前线指挥官的时候，可以对他进行语音的识别、人脸的识别、图像的识别，来精准的打击对方的指挥官。还可以通过这些信息的共享，利用一些无人的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去破坏对方的军事设施，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所以在军事理论研究的时候，信息化不仅仅是一国的信息化或者一支军队的信息化，而是应该考虑到就是整个军事集团的信息化的共享。那么作为就是这个俄乌冲突
已经延续或者是打了1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啊，各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这种措施或者是态度。那么他的这些态度和措施到底对这个战争有多大的影响？特别是舆论战和心理战，在理论研究的时候，往往把它看成一种无足轻重的这个因素或者是权重。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很多的事情是无中生有，还有一些事情呢是有中生无。所谓无中生有，就是有一方的军队并没有杀害平民，却被马上戴上这个帽子，被抹黑说他杀害平民，引起公愤。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在乌克兰境内搞了这个应该说所谓的生物实验室，搞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呢却被淹没，就是缄口不语。所以这个舆论战实际上对战争的局势，对人心的向背是有很大影响的。而我们过去在军事理论研究的时候，往往把它看成一种宣传的因素，往往会对这个战场这种就是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因素。而通过这次俄乌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关于军事理论这个对我们的一些启示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